文哥，三星最近实在是太强了。你看到三星第一季的获利跳升了7倍，比同期高7倍，被人家说什么？韩国的三星奇迹是要来了。但你说不对哦，这个就是危机。为什么是危机？我们都知道跟记忆体是有关系，但不要忘了，三星就是一个垂直整合非常成功的大公司，等于是它非常的在各个产域、各个领域上面是 balance 的。当你今天一个赚太多的话，就表示会压缩到其他人。当你压缩到其他人的时候，三星最引以为傲的胜利或者是获利的方程式就要缺一角了吗？没错，三星的胜利方程式恐怕要少一角，而且那个角如果落掉的话，整个三星帝国可能就会崩溃了。这么严重？这是很严重的问题。但是现在讲它的好消息，韩国人真的非常开心，因为这三星写下了韩国企业有史以来的历史记录，一季就赚了57兆韩元，相当于8626亿台币，全年下来是3兆台币耶，真的非常厉害。你看那根柱子就这么高，7倍，是原本去年第一季的7倍以上，这根本不能比。你看2024、2025、2026这一支它到这里了，这真是超级好消息啊，好厉害了！可是没有想到，这其实薅自家人呢羊毛，把自家人都要快搞死了。那我们来看他到底怎么说，他是怎么赚这个钱的？他这次获利主要井喷是DRAM跟快闪记忆体这两个东西。你说 HBM 吗？它其实还落后海力士一点差距，有比较好一点，但是主要就是靠DRAM跟快闪记忆体的飙升，第一季就翻了快1倍，所以三星就主要就是 AI 的记忆体的受惠者。那我们来拆开它的财报，告诉你为什么胜利方程式产生的变化。我们看整体啊，整个三星集团，去年呢营收79兆，今年的第一季133兆，增加68%，真的很厉害，增加一半以上，68%，很多。赚钱的更可怕了，去年第一季整个集团才赚6.7兆韩元哦，现在是赚57.2兆，750%是原本的8倍啦，增加了7.5倍啊，增加7.5倍，很可怕。但是获利结构就写出了猫腻了。去年第一季的时候，获利结构是多元的哦，就跟你说的，它其实是个垂直底，所以手机跟半导体是它的获利结构。现在赚钱的90%是半导体主导，结构巨变哦，这是结构巨变哦。产生的巨大的变化，手机没有在里面哦。好，我们再把半导体拆开嘛，半导体就分成2块，一个是记忆体部门，去年第一季普通嘛，然后获利贡献50兆，当然就是 AI 的记忆体爆发嘛，因为DRAM价格，台湾的DRAM股也涨翻天，所以价格翻扬啊，快速追赶啊，所以整个DRAM事业才是它真正赚钱的地方嘛，获利占比已经到了90到98%，其实靠的全部都DRAM。好。半导体还有个另外事业嘛，刚才不是半导体在主导嘛，90%。另外一个半导体就晶圆代工。我告诉你，参开财报之后才发现，它还是在赔钱，而且跟台积电一样，还是看不到车尾灯啊。好，去年 Q1 亏损，一样到今年还是赔了1.6兆，所以这里很漂亮，对不对？其实是记忆体赚太多，把这个补回去嘛，这里还在亏钱呢，晶圆代工还在持续亏。好。那我们来看谁遭殃了？为什么说胜利方程式出问题了？消费机电子嘛，我们拆开2个部分嘛，一个是电视机嘛，我们都会看到很多三星电视嘛，去年的获利占比小，今年更小。去年疲弱，现在还是疲弱，而且更严重的是什么？你知道吗？这是韩国自己的新闻报道了。三星的乐金跟 LG，一样，2个韩国集团都被什么样整到？你知道吗？记忆体跟晶圆代工的价格同步走扬，三星的记忆体在赚人家三星电视的钱啊，所以2026年电视机在赔钱。更惨的是，所以现在三星那种被夹杀的感觉，自己夹自己啦，自己把自己的手把这个所谓电视部门给它掐着，但没想到后面还有中国也在捅，这左右夹击了。对，所以电视就是获利很惨哦。那我告诉你，最惨的部门是哪里？你知道吗？最惨也让这个财报里面最让人家压抑的地方是手机。三星手机是很厉害喽，我们知道有 iOS 系统跟 Android 系统 ，iOS 霸王就是苹果嘛，世界第一大。另外一个三星手机还是2亿只哦，2个都是2亿哦。世界上最大的2个手机品牌，一个就是三星，一个就是苹果。你来拆开财报，我们告诉你，它第一季发生了什么事情。面临严峻的获利考验，韩国媒体分析，手机部门怎样？大幅萎缩，获利大幅萎缩，甚至腰斩，利润率降到1%。甚至有可能面临亏损的风险。它记忆体赚这么多，结果它最强的，我们最为之的手机部门，
利润剩1%不到啊，8%。谁搞的？谁搞了？采购成本急剧上涨，侵蚀了它的获利。什么东西急剧上涨？就是记忆体跟快闪记忆体啊，不就是刚才自家人吃电视的豆腐油算了，这个叫做薅羊毛。原来整个获利大幅衰减，就来自这里。所以我刚才不是结构面临急剧改变吗？90%靠记忆体，这里没有赚钱。手机现在非常惨，而惨还不止手机，记忆体在大涨，快闪记忆体大涨哦。折叠手机它的绿线一直会有一个云幕绿线，瑕疵品都出现这条绿线。到目前为止，最新版的 S26一样。还是有这条绿线，所以还是被人家诟病说三星的品质、历史的信誉，你小心就会买到有绿线机、柠檬机的意思。你买到，更惨的是最近还发生一件事情是什么？你知道吗？它的荧幕镜头最新版的 S26高阶产品，竟然会有起雾的状况，而且起雾非常严重，现在已经引起了灾情，你知道吗？网友就去实测哦，你只要在车里面空调20度，对，很正常嘛，20度左右很多。如果外面27度，100%就会起雾。怎么可能？这个台湾都起雾定了。对，这代表几乎所有的环境都可能起雾，大概温差7度左右嘛。整个手机的瑕疵非常的严重，所以它的 S26还可能会碰到什么问题，你知道吗？全面召回或者是全面换机。哇，这下已经被赔惨了，被自家敌人跟快闪记忆体给薅羊毛薅惨了。你还有这个大问题，然后再来是大家都要涨价嘛，哈，涨价你还能卖得动吗？我要告诉你，因为第一轮大涨跟快闪记忆体大涨，所有的品牌现在我们还涨20%、30%，现在三星它涨得动吗？涨不动就卖不动哦，所以胜利方程式可能会发生什么问题？三星要涨5000块，但是消费者会为这5000块去买单吗？你会起雾，你会买吗？有一条绿线，你会买吗？不一定会嘛，你就考虑嘛。而且大家都涨价，就会可能影响到购买的嘛。所以现在它陷入很大苦战哦。而且我告诉你，这对于整个三星集团是一个很严重的挑战。刚才你讲对了，有一件事情是没有错，三星就是靠垂直整合，自己养自己。过去这些年，把我们台湾的第一任厂啊，或晶圆二哥联电打了有多惨，你知道吗？它就是靠手机这个部门。我们来讲，2023年就疫情的时候。他那时候记忆体赔得很惨哦，南亚科那时候赔到2块跟3块，是靠台塑集团去增资300亿救，认股是认3块，现在200-300块，赚多少钱呢？可是那时候记忆体的股票是没有人要买的，结果三星那时候也是出现了数十年罕见的巨额亏损，亏了几兆一季哦，一季是几兆哦，谁去救的？就是三星的手机部门，它的 S23跟折叠手机大赚。获利弥补了整个亏损的，钱填起来，集团还能赚钱呢。手机是救火队，手机还是奶牛，它原来是妈。在2012年跟14年的时候，三星靠什么 S3跟 Note 系列赚大钱，整个三星集团60%的获利是来自手机，然后再拿手机去补什么？补半导体的巨额的投资，包括平泽厂。所以现在半导体的能够那么强，都是三星的手机奶牛每年都在输血的。好，那现在问题来喽，记忆体大赚，那个是赚机会财，我们都知道那是意外赚到了。那晶圆代工还是没赚钱哦，所以胜利方程式其实一个是意外赚到钱，第一轮意外大好嘛。对。可是真正的奶牛，真正的基础在这里，如果这个持续低迷下去。三星集团可能会有大问题，它整个胜利方程式没有办法输血了。对，所以不要开心，57兆改写记录，反而是大危机啊！维珍姐，中国现在在国际上面，很多人都要跟他去做切割，没有想到现在第一个做切割的会是谁？是印度。印度竟然说什么？跟你讲，我们有非常多的监视器都用中国的，有14万只哦。结果怎么样？有国安的问题，所以我要把它全部都拆掉。但拆掉了，我说哦，好啊，这样非常好。但我觉得最有趣的事情是，现在转头用我们台湾的了。是，本来啊想说，那个中国的这个监视器啊，海康威视这些便宜嘛，而是看起来那个品质也不错，所以啊大量的买。你知道过去印度光是德里啊，他们大概已经有买了20几万只啊，光是里面就是目前为止至少有17万只都是来自中国这个监视器。然后呢，一个伊朗的战争被人家发现，天哪，原来美国有可能植入相关的一些，不管是恶意程式或是骇客干嘛的。摩萨德就是这样害到里面去之后，才知道你哈米尼是在哪里的。是啊，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印度竟然下令了，为了国家的安全哦，所以从4月开始。
全面禁用不合规格的监视器。而好笑的是，不合规格的监视器好像只要挂上“中国”2个字就不合规格，因为它目前为止第一阶段要拆的是5万只，全部大概有10几万只、14万只14万只，对，都要陆续换掉。结果印度里面的监视器发现，它的晶片全部都是台湾的，不管是什么品牌，什么 Cubo 啦、Prama 啦，甚至 Matrix 啊，听起来像骇客任务哈。对。但是这些它的里面晶片都是用我们台湾的，像是瑞昱半导体还有联咏这一些。那主要的原因是为什么？当然是觉得哎呀，安内卡安全呐，不会有骇客或走后门的问题。就像这个手机行讲，他说，不知道什么原因，感觉比较耗电，而且监视器角度也常常跑掉。对，我会怕这个国安问题的，这个人资料问题，这是隐私问题的。你看，除了刚提到的啊，就是城市里面的监视器，现在重点来了，哪里？竟然1150个收费站，这收费站的监视器，你说这个收费站上面这种监视器，对。也都是中国制的，是，通通都要换掉，通通要换。现在要那个换成是什么？他们就说3个国家品牌，包括台湾、包括美国跟德国。总而言之，就是不要用中国制品。那现在啊，你知道中国跌倒通常会吃饱是谁？就是我们台湾的厂商。那台湾的厂商的晶片的优势在哪里？包括像影像的处理能力非常强。像在那个夜视的，还有那个降噪的这个部分，表现都很好，看得很清楚。然后呢，最重要一件事情是没有政治上的风险啊。那再来，美系的晶片当然就贵啊，好用高阶。那台湾的呢，就是中阶的主力。再来 AI 功能，哎呦。嘟嘟好没想到他们就说，这不管是连人脸的辨识啦、车牌这个部分啦，还有甚至 AI 加速的这些计算啊、边缘计算能力都不错。那再来在供应链的部分，那不用说，那当然是美国在后面做保证嘛。我们这个跟美国大家都是同一个体系的，自然而然对印度来讲也比较不会担心到那个程度。但是我们最想问的是说，印度制的监视器。它真的有到这么强吗？比如说他们现在画面上，你看这个人进去，哎呦，你看他就开始监控他，结果他们就说这个现在目前为止，他的那个什么监视器是非常可以看得到这个人的全部动作之外，他还有360度的一个旋转，然后呢，甚至垂直的，比如说往高往低，垂直的也有大概有85度的一个垂直的旋转。那他们就是说，这个换句话说，现在相关的角度的这个部分看得可以更为周全。那呢，尤其我们都知道，我们这个还可以连接上手机，所以他今天这个监视器只要看到有人进来的话，对，他会第一时间跟用户讲说有人进来了，对，它等于跟保全是一样的，是，然后它就开始，你就可以跟着它，就会有切换4个不同，它会就会转，所以你就可以这样子滑，你就可以看着它镜头，你就可以等于如果有小偷进到你家的话，你就可以从大门开始看到进到你家的客厅、房间，然后甚至进入到房间，对，所以他们就说现在事实上印度自己本身制造这个还不错。那另外一部分，其实为什么印度要全面封杀中国？孟买发生了一次大规模的停电，然后就有人去查说，会不会其实是跟中国有关系？没想到还真的查出来，竟然是中国针对印度的电网进行一个大规模的骇客入侵哦。中国官方资助的一个团体叫 Red Echo 好像透过系统性的先进的网络入侵技术，直接把整个印度的发电厂跟输电系统设置10几个关键节点。那我们都知道停电是停电，可是如果2国真的要交战的话，哇，那你这样子这个监视器都是你的，那变成是整个布局不都在你眼里了吗？金明哥，各国都跟这个所谓的中国来做切断，尤其是什么中国最引以为傲的这种稀土掐着，没有想到澳洲竟然出了招，他今天竟然在马来西亚这个地方成功的生产出来，这就叫氧化锌。没错，氧化锌其实是这个稀土当中很重要的一个关键元素，也是这个 F-35战斗机它的发动机当中也不可或缺的一个关键的这个重要的这个一个部件，它的稀土元素。那本来这个技术一直是中国在独家掌握全世界90%以上稀土元素，包括氧化锌在内，所以呢，世界各国包括美国在内才会被中国掐着脖子。那最近传出来一个好消息，澳洲做到了，澳洲的厂商叫做莱纳斯企业，这个是莱纳斯在马来西亚大马的一个这个厂区。它其实上个月16号，它就跟美国的战争部，也就是五角大厦
签了一份大概为期4年。总价值大概9600万美元的一个合约。对，澳洲的莱纳斯企业马来西亚厂最近就宣布说，他们已经成功分离出稀土里面的重稀土元素氧化锌，对，又称为纯锌或者是三钴烯铁、三钴磁铁。你如果要造高科技的，包括这个战斗机，像 F-35，像航太，对，像火箭，像飞弹。那这些包括核子反应炉，你的这个可以终止吸收剂的那个核子反应炉的控制棒，你都要用氧化锌啊，都要用锌。对 F-35，你刚刚讲发动机，对，就是要这个锌，就要这个氧化锌。它的关键的，我就不用被中国掐脖子了。没错，洛马公司它每一架 F-35战斗机上面，估计它的一个统计大概是需要多少？50磅，它会分成2种，一个是 SnCO5 跟 SN2CO17，这2种的话，每一种各用5到7公斤不等的这样的一个纯锌，所以估计每架 F-35使用这个3稀土的，又是氧化锌的这个材料，大概至少平均大概2到5公斤左右。澳洲现在这个莱纳斯企业它冒出来的话，它可以帮忙造多少的这个 F-35？我跟大家讲，中国每年大概可以出厂600吨，那如果它用10%取代中国10%的这个量能的话，10%就是60吨，60吨就6万公斤，6万公斤去除以这样的一个个位数，不管是5公斤还是7公斤啦，那初估可以支撑7800架到11500架的 F-35的氧化锌、三钴磁铁的一个需求。对，这差很多哎。这个稀土3元素就氧化锌，对，它的耐热性就是热稳定性非常高。这个为什么锌这件事情，我们今天要拿出来谈，因为它的不可取代性非常的高，很重要。它跟其他的这一些元素比起来，差太多了。如果你用氢稀土或铝铁硼啊，你根本没有办法取代。你看它现在高温实验，从刚刚摄氏100度 C、110到刚刚140度 C 都可以看到，它的热稳定性非常高。它在温度不断升高的同时，这个氧化锌它的这个三钴磁铁这个稀土3，它还是持续的在运作，它并不会因为这样子它的这个稳定性就变低，或者是它的这个抗腐蚀，这是用这个所谓的强酸液来做它的稳定实验，所以我说它的稳定性很高。比如说跟大家讲，它用这个铝铁硼，铝铁硼虽然常温的磁铁下它的效力强，但是150度 C 的高温以上，它的磁性就会降低，那就会甚至退磁。那你想想看，如果电子设备退磁，磁性较低，那怎么办啊？那不要说它的逆中的性能，它整个电子它的一个零件设备都受影响。那如果你用这个铝镍钴的话，铝镍钴它的这个虽然耐热，但是它的磁力强度非常低，没有办法提供足够的能量转换效率。结果现在终于被澳洲给弄了出来。那所以现在对美国和西方各国来说，这些盟国是不是好消息？他以后不用再去求人家。宏观取材，厘清真相，犀利精准，深入剖析，时刻掌握关键新闻时事，不漏接。老时段，新气象，我是钟浩和，关键时刻2.0全新出击。